三哥，阿娘，你看，是那小贼。三哥，三哥，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，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。也罢，回岛之后，你便收拾东西，到杭州西府去伺候他5年，还了这个人情便是。啊，阿娘，你不乐意啊？若是5年之内，他和真娘有了真感情，必得备下6礼，娶她为正妻。阿姐周密，若敢学他老子负心背义，老娘也不介意拉上几百条船，再进一次钱塘口。你在看什么？这口井有个名字，叫钱王井。当年我阿翁起兵，摄中军于左近，因没有水喝，便叫各位叔伯与我阿爹一并通力打了这口井，取水为士卒解渴。这口井因而得名。骗人！这里离着西湖近在咫尺，哪里就用打一口井来取水？再说千万军卒，这口井又如何能记得是？分明是你在骗人。好吧，这故事是我编的。你为何要编个谎话来骗我？我不是想骗你啊，我是想骗骗我自己。你说我们家这些个兄长们，若真都能像这瞎话里的叔伯们一般和睦齐心，该有多好！你将酒壶放下呀，老拿着不累啊？这叫待客之礼，你懂不懂？我大郎兄又不是客，他住在此处，分明是主，咱们才是客。你这条舌头如此可恶，便该一并切了，与大郎君下酒。哎呀，事情没有办成，我去求了七哥，让他劝六哥放了申继义，却被七哥骂了一顿，说我不是体统轻重。七郎如今也长进了。七哥进了相府，便似变了一个人，说什么都满口大道理，脸色也是一日比一日难看。我去求了他半日，被他罚去奉仙堂跪了2个时辰。以后不要去了。无妨，2个时辰而已，又跪不坏，还能默诵9章，全当课业罢了。哎，我是说以后不要再去求七郎了。他现在是相府大参，国家重臣，身份不同，许多事情不便宜了。6哥也不便宜了，7哥也不便宜了，3哥回了岛上也不便宜了。好端端的一家兄弟，如何便突然间都不便宜了呢？家事成了国事，还能如何便宜呀？是我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三哥！朝廷兵马虽多，可最为倚重的不过2支，一支是晋阳刘知远，一支是腋下杜重威。杜重威降了，刘知远独木难支，自保尚有余，进取则不足。眼下最麻烦的还
还是朝局，经上不比先帝呀。高祖皇帝虽说有儿皇帝之基，但毕竟也是当世一代豪雄啊，统兵用士，御将用人，威望隆重啊。真良，坐这一块吃吧。不要。你们3个人说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坐在这儿也是无趣。看你们2位老哥这么多年不见面了，一见面就说这些无趣的话，也不嫌烦恼。九郎啊，还是这般好玩性。这如今也入了朝堂了，这些个军国之事，怕是由不得你不关心了。我家先祖遗训叫做势大。契丹铁骑再奢折强横，他总不能一口气骑着马冲过长江来吧？中原之地，便是搅成了一锅烂糊粥，换上他20-30个朝廷，70-80位天子，又何损于我吴越半分？梁军这是在吴越太平之地待久了，未曾见过天崩地裂之危啊！汴梁城中，谁做天子，皆是一般的称臣奉表纳贡。那天崩地裂，又与我等何干？三哥，你尝尝。九郎还是太年轻啊，小心子、小聪明是有的，涉世未深，见识浅薄。六郎是如何想的？该拜七郎来才是啊。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。该见识的，总要见识；该承担的，总要承担。这世上本没有桃花源。你看。事情不太对呀。什么不对？北军南下，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。纵使轻骑迂回，也应该超游西边的兖州和冀州，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之畔打草谷的道理。三哥的意思是，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。契丹铁骑便是生了3头6臂，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去，反倒绕远路过来，将莱州烧为焦土？因为就不是他们烧的。走。骑马要用腿上的力道，加紧马腹。你抓着安环不管用。你闭嘴！你还是莫要骑了，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说了让你闭嘴！吁！摔伤了吗？你看，就算摔一跤也摔不坏的，啊，其实无妨的。你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我不要。哎呀，莫赌气了，你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我自己会走。你自己会走，汴梁还有那么远。走吧，我带你。你看，御马不能靠手，你得用双脚。马是极聪明的，你轻轻一碰，它便知道要做什么。你需要做的便是稳稳地坐在马背上。试一下，双腿夹紧，夹紧了吗？
怎么样？稳了吗？这些都是人骨。那个人在做什么？他太饿了。这。梁军，还是用一些的好。眼见入了冬，北方越走越冷，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，身子遭不住啊。再来一些。此番回去，我再也不用葡萄熬汤了。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，玉宦官是完全不管吗？这里是平卢军的辖地，从黄巢起乱到现在60-70年了吧？兵乱加上病患，年年都有人死在道左。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止了，这里又不是州县的治所，谁会理这些？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，是他们怕阻塞道路，妨碍过兵，这才清理到路边的。这么多尸身，是要出大事的。这北边来的人，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。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疾病固然是可怕，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，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，能够患病而死，已经是大福了。唐军，你不喝一些吗？似是有贼人，警戒！使君、郎君，这边无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启禀使君、郎君，来了一伙子夜贼，身穿官军的服色，貌似在追杀什么人，一路逃一路追，见这边有火光，便撞了进来。将士们可有损伤？咱们人多，又有防备，阵型结得硬实，没有死人，伤了12个，重伤4个。贼人呢？贼人有马，没能全部留下，逃了11个，可留下活口。有2个轻伤，马腿斩断了，见走不脱，自枪了。哦，前面逃的3人，死了2人，还剩1人，身中3箭，背后挨了1刀，还有口气儿在，救吗？
河东军。贼人的尸首在哪里？林子里。带我们去看。请。他们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甲。很显然，他们不是契丹人。使君，这是从一个军校身上搜出来的。魏博牙校。番汉内外马步军孔目。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，字里可用距太原便有了，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。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，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收拾下东西，即可动身。此处不可久留。那个人呢？他伤太重了，走不了的。一旦受了风寒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龃龉，非我吴越偏帮所能预闻。这件事，咱们管不了。那便把他扔在这不成？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？郎君，咱们马匹本来便少，再带上4个受伤的亲兵，便有4个督校要走路行军，那些都是咱自家兄弟，都体谅的。此人身份未明，为了他强令督校让出一匹马来，弟兄们怕是要有些议论的。谁要你们让马了？将我的马牵来，用我的马驮着他，我自家走路去汴梁。好了，收拾完了，动身吧。